男孩意外失足掉落悬崖，却幸运地被一个废弃机器人救下一命。也许是命中注定，两者要相互救赎。男孩毫不犹豫就将对方从淤泥中挖了出来，并且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充满电的机器人不仅能够正常起动，并且还具备少有的映射功能。这也意味着它不仅能轻松模仿别人的动作，并且还能将其存储在大脑中为己所用。随着机器人身上的污垢被冲洗干净，马克思才发现原来对方的名字叫做亚当，随即更是满心欢喜地将其带到父亲面前，恳请对方带他参加机器人格斗大赛。尽管父亲刚刚损失掉自己仅有的2台机器人，但还是立马拒绝了马克思的请求，因为亚当只是第1代机器人，并且在格斗团队中仅仅作为陪练存在。虽然在设计亚当之初将他的防御值拉满，可他的攻击力却几乎为0，因此在残酷激烈的赛场上，他根本撑不了1个回合。但倔强的马克思却坚信亚当拥有无与伦比的潜力，终有一天会大放异彩。而现实也很快会证明马克思的确没有看走眼。不过为了让儿子彻底死心，同时也为了尝试寻找新的赞助商，查理决定带上儿子体验一下真正的机器人格斗大赛。怎料此行的2个目的最终1个也没达成。好朋友因为查理的接连失败已对他失去信心，拒绝借钱给他继续参加机器人格斗赛，而同行的儿子也因受到精彩比赛刺激，更加坚定带领亚当参加比赛的决心。无奈之下，查理只好妥协，隔天便为他们预约一场露天交流赛，并以能够坚持1个回合就算胜利为条件，开启了亚当机器人格斗大赛的首秀。而比赛也如查理预想的那般，毫无经验的亚当开局就被对手困在地上，随即对方手中的大锤更是如雨点般砸了过来。面对如此疯狂的攻击，查理料定亚当根本撑不到回合结束，岂料对方不仅硬生生将伤害扛了下来，并且在最后铃声敲响时仍屹立在赛场中央。这下亚当不仅赢下比赛，就连查理也对他开始刮目相看。此时不服气的对手更是要求再开一局，马克思欣然接受。此时的他也逐渐适应比赛的节奏，不仅能够轻松预判对方的招式，并且还主动发起了攻击，仅用1招罗汉双飞便直接结束掉比赛。亚当的首秀圆满结束，不仅赚取到高额的奖金，比赛全程更是被经纪人看到，随即便向他们发出参加地下拳赛的邀请。而为了迎接接下来的比赛，马克思更是熬夜将亚当进行了升级改造，不仅加装了大声宫的声控系统，更是清空原有复杂老套的招式组合。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查理重新教亚当如何打拳。因为在昨天的比赛中，作为曾经的职业拳击手，查理预判了对手所有招式，因此一个在动作上能够完美匹配查理思路的机器人，一定能在赛场上所向披靡。而事实也证明，马克思的思路完全正确。依靠查理丰富的拳击经验，初出茅庐的亚当在其指挥下，不仅无往不胜赢下所有比赛的胜利，更是为父子俩赚取到丰厚的收益。亚当也从曾经的垃圾场废铁变成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的格斗明星，而这对曾经陌生的父子也在一次次的比赛中变得愈加亲密，甚至于职业联赛也开始关注他们，并向其发出了邀请。父子2人欣然接受。但职业联赛不比街头挑战，对手不仅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做支援，就连身上的机甲也是专业定制化合金。如今亚当也将作为唯一的平民选手，直面自参赛以来无一败绩的拳王宙斯。如今他要面对的第1个对手就是拥有2个脑袋的无敌双子星，而正因多出1个脑袋，也使其在战斗中几乎没有视觉死角。双核系统的设计更是极大提高反应速度，弱小的亚当刚开局就遭到无情碾压，甚至被逼至角落无法脱身，只能无奈承受对方接连不断挥来的拳头。可就在这时，机敏的查理却看到对方弱点，那就是每次挥拳都有一个停顿动作，而这也正是亚当破局的关键所在。随着对方拳头再次挥来，亚当一个弯腰闪身，躲过攻击的同时也成功突破。此时台下的查理也及时做出战术调整，以近身肉搏的方式破解对方长拳优势，并且瞅准时机开始向对手发动猛烈攻击。此时赛场局势完全发生逆转，对手不仅被打得连连后退，就连引以为傲的双核系统此时也开始崩溃。身形巨大的双子星最终在亚当的一记左勾拳中彻底倒地不起。平民出身的亚当以1分钟 KO 对手的成绩取得胜利，而其以小博大的精神更是感染现场的每一个观众。怎料就在这时，马克思却一把萝卜话筒，随即更是向看台上的女人发起挑战，而对方正是格斗冠军宙斯的团队。也就在刚刚比赛前，女人竟开价100万想要收购亚当，让其作为宙斯的陪练机器人，但却被马克思一口回绝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一路艰辛走来，亚当早已成为自己的朋友和家人，而对方也只不过是看到亚当的无限潜能，害怕自己的机器人宙斯输掉接下来与亚当的比赛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更应该给亚当一个上台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本以为赢下了双子星，对战宙斯应该也是轻松拿捏，怎料刚刚开局，宙斯的轻轻一拳竟直接将亚当打趴在地。显然两者并不在同一段位，而接下来的比赛亚当肯定凶多吉少，但好在他皮糙肉厚耐击打，很快就站了起来。可面对拉满攻击力的宙斯，虽然偶尔亚当也能打到对方，但更多时候他还是处于挨打状态，随后更是陷入不断被击倒，在不断站起的无限循环中，最后更是被逼至脚步壁，上演一出单方面受虐的戏码。而随着宙斯缓慢举起左手，本以为亚当的比赛就此结束，怎料关键时刻铃声响起，救他一命。他们竟然撑过第1回合，随即通过简单休整便再次投入战斗。巨大的实力悬殊让亚当总是处于挨打状态，但每次倒下他都能再次站起身来，并坚持到了第4回合。也就在这时，场上局势开始发生转变，亚当的声控系统意外被宙斯击中。此时他已完全接收不到查理的指令，尽管台下的2人喊破喉咙，
但台上的亚当始终无动于衷。不过好在结束铃声及时响起，再次救台音乐。如今没了声控系统，他们已经不能继续比赛。但马克思却突然想起亚当自带的映射功能，于是便恳求查理亲自上场示范，在赛场边缘指挥亚当作战。查理本想拒绝，但看着儿子期盼的眼神和坚持到现在的亚当，他也只好答应下来。You can't hear me, but you can see me. So watch me. Watch me. 如今已经到了决赛局，虽然没了声控系统，但在映射功能加持下，亚当的反应此时也更加快速。查理在场边对着空气挥舞拳头，而亚当则直接将拳头砸向宙斯。尽管此时宙斯再次占据上风，可他却尽显疲态。原来由于长久运行他的系统已到迫在边缘，但查理却没有趁机发动反攻，而是开始挑衅对方。因为作为专业拳击手，他深知此时还未到出手时机。一群只会操作手柄的宅男肯定不懂这些。宙斯团队被成功激怒，随即便开始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。也就在此时，宙斯的双拳开始慢了下来，他的动力系统显然已经过载，而这也说明真正的反击时刻已经来临。查理不断挥舞着双拳，尽情享受着这一刻。此时台上的亚当俨然已经与他合二为一。作为宙斯的开发者，男人怎么也想不到，有天会被来自垃圾场的机器人胖揍一顿。随着查理用尽全力挥出最后一拳，拳王宙斯不败的神话也彻底被打破，而亚当也成为职业联赛上的首位平民冠军。